很让他悲伤，感觉到他自己变成尘土一样，感受到自己的死亡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哦。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有趣的观影心得，叫做改变你的心智。又是纪录片系列了。我觉得纪录片其实有些东西还蛮不错的，可以带给我们蛮多的想法。尤其这个纪录片，它去探讨了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经过这些药物的作用下，又产生什么样的体验跟感受，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所以这个题材呢，我非常有兴趣。所以今天呢，我把它看完了，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个纪录片总共有4集啦。那我今天也是一次把这4集全部讲完，主要就是在讲迷幻药跟意识之间的关系啦。不过重点是要免责声明一下，就是下面内容这纪录片的内容啊，有加入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啦，没有任何鼓吹用药的意图，纯粹是科学探讨关于过程跟个人的感受。我是蛮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改变对人类来说到底代表着什么东西。像他影片里面也前面有提到，就是以下内容绝非医学建议，任何身心的问题跟疗法，请务必洽问你的医生。好了，免责声明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讲第1集了。第1集的话是迷幻药 LSD-25，在这个片里面，那些迷幻药啊、迷幻蘑菇啊，他们都把它称为启灵药啊，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呼，启发自己的灵性啊，启发灵感啊。他们其实最早被发现跟推广的初衷是为了研究心灵啊，去了解人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东西都是被禁止的嘛，因为在现今的社会上，它还是处于一个有可能被滥用，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就一刀切啦，被一刀切啦。早期在美国，这个启灵药啊，在他们的精神领域是蛮蓬勃发展的。就根据片中的描述啊，你使用了这个 LSD-25 之后，你会感觉到自己跟环境融为一体，会看到不同的世界的形式、线条跟色彩，甚至你会看到空气的流动，然后那些分子的震动，你会感觉到自己像是属于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我记得以前读过的文章，就是人脑它其实有一个机制，就是把自己跟他人区隔开来的一种机制，就是你会知道这个是我，然后那个是他人。但是这个药物呢，似乎就是解构了这个屏障，让你跟大自然，让你跟环境，让你自己跟别人失去了他们的界限。结果这种情况竟然可以造成归属感的产生。有些人觉得这可以释放你的意识跟各种限制，但是里面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它会强化一些感官啦。所以有些有潜在精神疾病的人呢，可能就是因此呢会被触发。那所以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引导，在专业的既定程序中进行使用才会比较安全。这些药物在1960年左右啊，很多科学的团队他们在研究跟探讨这个，但是也因此造成了一些反效果啦，就是有一些青年啊，原本都很乖，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原本很乖，后来因为使用这些药物之后，是产生了一些叛逆的想法。当时还没有当美国总统的雷根州长，他就决定在他的那个州里面要把这个东西列为禁药，列为毒品。他说是需要对抗跟禁止的事物，毕竟它会造成不良影响对青少年。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呢，美国就正式颁布了法令来全面禁止这些药物，把它们列为违法。演变到后来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跟许多国家的共识。然后就是在这种观念啊、教育的潜移默化之下，就变成大家就听到这个东西呢，就会觉得非常可怕跟反感。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是就是一刀切啦。就跟很多工具一样啊，在正确的人手中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那如果是在错误的人手中拿到了，那可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连贾伯斯他也曾经使用过这个。在矽谷的新创工作者，他们都会把这个东西呢拿来当做开启灵感、增加创意的工具。重点他们是小量使用，那的确也发展出了很多惊人的成就。因为使用这个药物呢，可以让他们跳脱原本的尝试跟思考框架。那个时候的美军还甚至一度想说，这个可不可以，这样的发明可不可以拿来做武器？它好像是从那个黑角麦里面提炼出来嘛。我有点忘记它成分是什么，可能可以查一下啦。那 LSD-25
这很古早以前就有人在使用。美军想说可不可以当成武器来对付敌人，就投给他们之后让他们失去作战能力这样。不过因为后来就被禁止了嘛，然后直到2000年的时候，瑞士的一个学者才透过他的请求让政府允许他继续对 LSD 进行合法的研究作为治疗，像是忧郁症之类的。那也有呢专家把这个东西拿来作为研究大脑的触媒，因为他们提到说使用这个药物之后，大脑会对资讯大量的接收，仿佛关掉了预设的过滤器，甚至可以感受到宇宙的舞动。使用这个药物之后呢，你的意识就会从探照灯模式，就是我们平常都是探照灯模式，变成灯笼模式，它就是直接可以照亮你的周遭，然后你就有点像是小朋友这样子，你可以去对一切重新感到好奇。我不知道听不听得到垃圾车的声音。简单来说就是增加了你的观察力啦，然后甚至会有所感动。再讲回来大脑的过滤器，我觉得这种过滤器啊，其实在我认知里面，其实它是为了我们生存存在的过滤器。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过滤器的话，恐怕就没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下来、存活下来。毕竟接受所有宇宙的各种资讯啊，跟看到身边的美好的分子的脉动啊，对生存毫无帮助，对这个物种来说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演化才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些东西。所以这样的药物其实应该是要被正视，然后应用在真正需要使用它的人身上，患者。而且是透过专业人士，像是拿来治疗精神疾病啊，或是忧郁啊、自杀倾向啊、成瘾啊，甚至是癌症末期的患者身上。好，讲完了第1集了，第2集是迷幻蘑菇。早期的那些原住民，甚至是墨西哥人跟印第安人啊，他们那些祭司啊、巫医啊，他们都会利用这个来进入他们恍惚的状态，去听取神谕啊，作为他们宗教仪式的一环。这会让我有点想到中国的苗族，我有点忘记是不是苗族了。反正他们就是对香菇的采集，非常专业，很有一套。我之前看过，好像也是另外一个纪录片吧，就他们会去森林里面采一大笼一大笼拿去卖，去市场卖。那不过它采收是有时效性的，就非常紧急啊。因为蘑菇根据它绽放的状态有不同的价格。我印象里面就是有一个阿姨，因为她采收太慢，就她那一片蘑菇都绽开了，就她在那边哭得死去活来。就是因为他这样会少赚非常多钱。他们真的对那些菇类都很懂啦，这真的是一个厉害的技能。大部分的菇类都有毒嘛，可能会致死啊，但你永远不知道啊。你可能要拿图鉴吧，还是透过专业人士，反正你要先学过，你才能真正去做采收。讲回来，这个迷幻蘑菇啊，吃了这些迷幻蘑菇之后，特定的蘑菇里面的一些元素，在一定的剂量之下，会造成你一些幻觉。甚至是未曾有过的狂喜的感觉，然后你会看见像是色彩的斑斓啊，各种色块的变换啊，然后这影片里面有一个接受治疗的老太太，还看到海浪，然后看到婚礼，还看到她没有能够生下来的女儿跟圣母玛利亚。总之，这个迷幻蘑菇啊，在一些癌症患者的治疗上面呢，曾经有取得了一些很不错的成就，让这些患者呢能够减轻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跟焦虑。不过，就像上面刚才提到的，1970年之后就被列为禁药了嘛。那迷幻蘑菇呢，也被列成1级毒品，就是尼克森总统打击这些毒品的历史。那当时呢，也终止了所有的处方治疗，停止了精神用药。那一直到很后面呢，才稍微解禁，让一些医疗团队使用。第2集这里面有一个老哥，他也是蘑菇专家，就自学成才啊。他跟他的兄弟都很勇于尝试哦，他没看过的也敢吃哦，跟神农尝百草。那吃完就在那边嗨，然后他们就看到周遭的分子在震动，那感觉到万物在跟他对话，然后甚至他觉得哇醒悟啦，顿悟啊，就像我们说的，就是那种过滤器被关掉了嘛，那他就是看到鲜艳的色彩啊，万物蓬勃的美感啊，各种感动，还有来自宇宙的爱。我觉得这些蘑菇好像真的是干扰我们脑中的一些电流啊、电子讯号。那毕竟我们都只是缸中之脑嘛，我们所知道的这一切都是透过过滤器显现出来的。什么样的过滤器？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光，耳朵听到的，耳膜震动的产生的声音，这些都只是电子讯号，然后在我们脑袋里面合成去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想象出这个世界的。然后有人说时间是一种错觉啊。我忘记是谁讲，是爱因斯坦讲的吗？
那这一切都真的是幻觉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真实。我是觉得吃蘑菇的这些人啊，那些蘑菇的作用有点像是干扰了我们的幻觉，产生了不同的幻觉。其实我觉得他们那神农尝百草真的蛮厉害的，就为什么他们不怕致命哦？可能跟个人体质不同啦，有些人可能吃很多都不会怎样，但是一般人是很难这样做就是了。然后那老哥就说了，我们都是自然之子，或许这些蘑菇啊，是让我们回归自然原始自我的途径。他觉得说，人类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将法律凌驾在一个物种之上呢？他后来是希望借由科学啦，把这个活动来导正，就是吃蘑菇这种行为。可能我们太以偏概全了，毕竟从小教育就是这样子。我们通常会把毒品跟堕落啊、成瘾啊、黑道啊、不务正业啊、三尽家产啊这些负面观念挂钩在一起。其实我真的没有思考过，这种东西是可以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甚至就像是纪录片里面这些人这样啊，他们的感受跟结果都是非常正向。那里头也有科学家指出啊，他们借由大脑影像的剖析，发现呢，这个起灵药这些蘑菇影响了人类大脑的高层次作用区块，就是自我跟假设自我呢被解构了。那因为很多精神疾病是对不确定性的防御反应，所以因为人都会想要对自己有一种控制感嘛，但是这个蘑菇呢就瓦解掉这个区块，不再进行防御了，因此就失去了原本那个框架，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偏见啊、强迫症啊、恐慌症啊放下来，让你有不同机会、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待一切。这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清晰、比较客观。使用后的那些人的感受上，就是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说不定就是电脑宕机啊，然后你把它重开机这样子，对不对？大脑宕机了，然后被重启了，按下 reset 键。reboot your brain， 对不对？片中探索太空的一个太空鼠啊，他们有一次也被一个学者使用了用药后的学者提醒，他觉得说，你们怎么不转身看看背后的地球嘞？然后那时候他们才原本都是在探索太空的，就才把那个镜头呢转回来看看自己的地球，也就是成为了第一张拍摄地球的照片。简单来说就是多一个角度啦，多了不同的思考模式跟可以探索的事物。里面有一个 OCD 强迫症患者，他在接受这个蘑菇治疗之后呢，他产生幻觉，他就看到自己在坠落，慢慢的缩小，变成种子，接着瓦解消失，然后迎来了死亡。然后他那时候就感觉非常非常难过，很让他悲伤，感觉到他自己变成尘土一样，感受到自己的死亡了。那在这时候，他突然又感受到自己生根发芽了，然后变成了一棵小树。他还看到他的家人走过他的树底下，然后充满喜悦的在逗他的小孩。那等他们这家人都离开之后呢，他又从树变回了自己。他还看到了自己的一生，从出生到现在，感觉自己是重新体验了、取回了自己的人生。就哇，这真是奇幻，这简直是奇幻之旅啊！他感动到哭了。之后的几周呢，当然他强迫症又回来了，因为不可能一下就好了。不过比较神奇的是，他觉得自己可以更深一层的理解到，那其实没什么啦，他其实可以不管他的。所以就好像呢，他经历了一个伟大的一切之后，一些原本觉得很不得了的一些烦恼呢，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他感觉自己可以重新掌控自己的身心灵，得到主控权。最后呢，他就确实也克服了他的 OCD。然后里面有个学者真的是很致力在让一般人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合法、安全的、可以负担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还在努力当中但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加入医疗体系。他认为这是真正的科学，是人类必须探索的知识的极限。第3集，快乐丸 MDMA 这个东西竟然被拿来治疗创伤，在这部片里面，也就是被称为摇头丸、快乐丸的东西啦。这个药物的主要功能是让你的血清素激增，短暂的关闭你的杏仁核。它的效果就是让你会感觉到充满爱跟羁绊的感觉，然后会有正面的情绪。那影片中呢的科学家 Sasha， 他有美国缉毒局核发的1级毒品许可证，所以他可以合法的持有跟研究这些东西啦，很酷哦。
里面的早期推广者一个女性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老阿姨了。她说，摇头丸不会让你产生幻觉，但是会给你情感的澎湃，让你认清自己的内在本质，因此它对创伤后的压力症特别有效果，因为你是很清醒的，你不会陷入幻觉的。那这影片里面的一个女生哇，她人生的超级坎坷，她是使用药物之后呢，陷入她的回忆有好的有坏的，有最喜悦的，也有最痛苦的。无论如何，经过了旁边的辅导人员引导之后治疗过程结束，他感觉到自己终于可以拥抱自己的人生，不要再陷入过去的恐惧之中了。详细的他发生的惨事我就不再提起了，因为这蛮可怕的。然后另外一个推广者也发现呢，这个药物呢可以把最痛苦跟最黑暗的回忆关闭，让你有勇气去面对。然后那个女生确实就是因此才有办法去面对她的记忆创伤啦，降低的她创伤对她的影响。当然这种心理创伤去找心理医师来治疗运用一些技巧也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心理医师的治疗方式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创伤者啦，所以有些真的是或许真的需要这样的药物辅助。他们也研究了摇头丸的成瘾性他发现说其实摇头丸比其他药物的成瘾性都还来得更低比蘑菇也还要更低。除了血清素之外，它还会激发催产素。催产素就是促进你的羁绊跟同理的感受，让你不再害怕回忆中可怕之处。那中间也有传出一些丑闻啦，就是摇头丸被证实是神经毒素，它会吃你的脑就是让你的大脑产生破洞，把你神经搞烂这样子。不过后来又平息下来，因为原本做实验的组织说你们这个摇头丸有问题的，他们拿的实验用品是安非他命，不是真正的摇头丸。所以他们呢，少数的机构持有合法证照可以使用的呢，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去对一些经过咨询跟使用药物都无效的患者来进行摇头丸治疗。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媒介让你去面对你心中你的回忆里面最不想面对的事物。那影片里面的一个军人他接受了3次的治疗之后，他理解了他想改变的地方，最后被治愈了，然后他就不再想要自杀啦，不再害怕烟火啦，隔壁邻居放烟火的时候让他感觉怕的躲到柜子里面把自己关起来，浑身发抖。那现在他就比较能够释怀，借由这个药物呢，他探索伤心而不感到伤心，探索恐惧而不感到恐惧。不过短短几个小时就有疗效，其实还是造成很多人的不相信啦。但他们还是有真正的数据他说有2/3的创伤者在接受这样的治疗之后呢，被治愈了。但是这个摇头丸其实在美国还没有成为普遍合法的治疗药物之前那些对摇头丸充满信仰的团队他们还在努力当中啦，目前还是在进行式。OK， 我们讲到最后一集了，第4集最后一集，南美仙人掌毒检。没想到以前美国做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就是当时他们的教会以教化之名强迫原住民印第安小孩去学校，让他们学不同的宗教，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洗脑的感觉就是你原本的那个是不正确的，我要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强迫你去学。然后那些美洲原住民的家长就很痛苦，但是这个仙人掌在那个时期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平复的心情的平复了，因为这跟他们的宗教仪式有关。透过这个仙人掌呢，让他们更接近神灵，可以得到启示，有跟他们的祖先接触，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心灵。所以南美仙人掌这种东西，它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毒品是他们从以前就流传下来举行仪式的东西。他们认为呢，他们需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这是他们的自然文化产物，而且产量其实非常稀少他们用的这个仙人掌15年才长成一颗所以他们其实也非常讨厌局外人来使用它。但是他们是赞成用医学合成的方式来让局外人使用啦。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体验的话，就你那么想体验去吃合成的啦。它确实有它的化学式跟组成成分的方式嘛，被以科学方式合成出来。那据说效果跟正版是相同。作者在这部片里面尝试了各种，就前面3种的那些药物但是唯独这个他没有尝试，因为他觉得说，如果你要尊重原住民的传统呢，就不要碰他们的仙人掌你是可以找替代品但是不要去碰他的仙人掌。那片中提到写过《美丽新世界》这本书的作者阿道斯·赫胥黎，他曾经使用过合成的版本。
然后他在另外一个作品里面什么大道还是什么大门，我也忘了，他也描述了他的感受。他说他看着一朵花，感觉花在呼吸。那他看着他的书架亮了起来啊，红色的书就像红宝石那样，也有翡翠，也有白玉，也有玛瑙，也有黄水晶。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龙族啊！我以前玩龙族这边挖矿，就是挖这些水晶，就是非常疗愈的一个回忆。那讲回来他的形容，他说他看着他的腿，他的裤子上面的褶皱呢，就像迷宫一样，永无止境繁琐的迷宫啊！它灰色法兰绒的色彩非常的浓烈，神秘又奢华。其实这个仙人掌的话，它不像是 LSD 那样，或者是像蘑菇一样充满了幻觉啦。它只是单纯的强化了自己身体的感受，跟摇头丸有点类似。最后呢，片中这个讲述故事也是原作者的这位呢，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更沉浸于现实啊。”简而言之，我觉得就是让你感受到另外一个宇宙、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啊，就让你大开眼界。这种震撼呢，也可能是这些药物对人类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还是要讲回去前提啊，要有正确的情境、正确的目的跟使用方式啊，跟环境，才会有正确的结果啊。在这一集里面呢，甚至带有神圣的感觉，毕竟是他们做仪式的时候使用的东西嘛。其实这些药物会让人有负面观感，也是有某些少部分的人啊，他们就是嗑了药之后就跑去参加演唱会啊，跑去舞厅啊，到海边到处乱跑啊，这不出事才怪，造成了大家会把那些不好的负面的观感跟药物连结在一起。其实他们初衷不是这样子。这部片里面也讲到，他说如果你把这个药物随便给任何人的话，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我觉得就像火一样啦，火焰你可以成为造成你温暖，烹饪美食，也可以把你的房子烧掉，就是一个工具啊，强大的工具，看你怎么使用啊，看什么人用啊。我觉得看完这部片之后，真的很想去荷兰一趟荷兰是没有我讲的那些上面那些四样东西啦，只是反正现今社会上了解跟不了解的人，介于了解跟不了解之间模糊地带的那些团体啊，还是会对此争论不休啦。有些人是希望这个药品可以被除罪化的。除罪化是什么？就是自然除罪 ，free nature。在这部片里面，美国的克兰市的人民啊，他们很厉害哦。他们经过争取之后，通过了一个法案，把自然除罪化合法了。他们是说，大自然怎么可能犯罪呢？然后他们就允许市民在自己家里或后院里面去种一些任何他们想种的东西。那包含上面提到的迷幻蘑菇啊，影片里面有一个女生啊，她不是种这些东西拿来嗨的哦，她是拿来治疗的。她其实是一个恐慌症的患者啊，就是她原本什么事都做不了，她被自己的大脑禁锢起来，然后她经过各种疗法都没用之后，最后她才尝试了这个蘑菇。她发现这个蘑菇对她来说是有效的，然后她现在就是可以正常的跟家人朋友交流啦，然后是她的自我选择的自我治疗的方式。然后这个法案现在也慢慢在美国的其他地区推广当中了啦。不过我觉得台湾可能遥遥无期啦，亚洲人的传统跟保守啊，不相信大家的自制力，就觉得你们不行啦，就像二段式左转一样啊，二段式左转真的有够蠢的。我自己也承认我的自制力还不够啦，就像反向脚踏车一样啊，知识跟理解是两回事。好吧，我就把这4片都讲完啦，恭喜！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下次见喽，拜拜。